陶渊明出生在公元365年，去世于公元427年，活了63岁。他出生在一个军功贵族家庭，曾祖父陶侃当年可是东晋的顶梁柱，位极人臣，做过太尉、长沙郡公。但是到了陶渊明这一代，家道已经中落了。祖父做过太守，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就已经没有任何官职了。更关键的是，陶家虽然有过辉煌，但在当时那个讲究门第的社会里，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上层士族的圈子。钱志熙教授在书里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，用了很多史料来说明陶家在门阀社会中的尴尬地位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陶渊明就是一个寒门子弟，有才华，有抱负，但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。这种出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常大。他一辈子都有一种孤寂的感觉，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光鲜亮丽的名流圈子。但这种孤独感没有让他变得愤世嫉俗，反而让他更加坚持做真实的自己。他的外祖父孟家是东晋名士，以龙山落帽的义士闻名，崇尚自然真率。孟家的这种精神气质深深影响了陶渊明，使他从小就培养了一种体认自然的人格理想。陶渊明少年时候的生活，书里写得很详细。他小时候家里还算可以，但到了青年时代就变得清贫了。他是在贫困中长大的，从小就学会了躬耕自己。但他天性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。他还学琴弹琴，少学琴书，偶爱娴静。他少年时候外表看起来很娴静，但内心其实非常丰富，既有娴静少言、不慕荣利的淡意，又有猛志于四海、谦和思远助的豪情。这种既柔又刚的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。年轻的时候，他还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《闲情赋》里那著名的10愿：愿在衣而为领，愿在长而为带，愿在发而为泽，愿在眉而为带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所爱之人的热烈追求。这段爱情最终以无望放弃告终，但这段经历让诗人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。29岁那年，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，陶渊明不得不出来做官，当了江州祭酒。但没干几天就辞了。后来又先后在桓玄、刘裕的幕府里做参军，41岁的时候当了彭泽县令，干了80多天又辞了。前后加起来，在官场上混了大约13年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钱志熙教授在书里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解释。陶渊明不是不想做官，他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做官的。他自己说过，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不去做官能怎么办？而且他的曾祖陶侃就是从一个小吏做起，最终位极人臣的。渊明内心深处也存着一份建功立业的希望。但是呢，做官这件事跟他内心深处的追求是矛盾的。他追求的是真，思想和行为的一致，内心和外在的统一。在官场上，他不得不说违心的话，做违心的事，这让他非常痛苦。加上他在桓玄幕府时差点卷入政治漩涡，在刘裕幕下也感受到鸟尽弓藏的危险，这些经历让他越来越看清官场的本质。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：激动虽切，为己交病。饿肚子虽然难受，但违背自己的本心更让人痛苦。41岁那年的秋天，陶渊明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辞去彭泽县令，彻底归隐田园。他在《归去来兮辞》里写：觉今是而昨非，觉得自己过去13年的仕途生涯都是错误的，现在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他还写了田园将芜胡不归，意思是我家的田地都要荒芜了，为什么还不回去呢？归隐之后的陶渊明过着躬耕自己的生活，他真的下地干活，晨兴理荒秽，待月荷锄归，早上起来清理杂草，月亮升起了才扛着锄头回家，种豆南山下，草成豆苗稀，种的豆子草比苗还多，收成不太好。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，一个读书人，一个曾经的官员，居然像个普通农民一样劳作。但陶渊明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他在《归园田居》里写：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，那种解脱的喜悦跃然纸上。他还写了方宅10余亩，草屋8、9间，榆柳叶后檐，桃李罗堂前，描绘了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画面。不过归隐的生活并不容易。陶渊明遭遇过火灾，家里的房子被烧得精光，全家只能住在船上。
他经历过饥荒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，夏日抱长饥，寒夜无被眠，夏天饿着肚子，冬天盖不上被子。晚年的时候，他甚至写过乞食诗，说自己饿得不得不去向邻居借米，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他写不栖息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，贫贱也好，富贵也好，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。他经常以古代的贫士为榜样，写了一组咏贫士诗，歌颂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人。这里就要说到陶渊明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了，形影神的生命哲学。这是他在50岁前后写的《形影神》3首诗里提出来的。形代表肉体的欲望，面对死亡时只想着喝酒享乐；影代表社会的名声，想着立善求名，流芳百世；神代表最高的理性，认为这些都不靠谱，应该顺应自然，坦然面对生死。他认为人不能被肉体的欲望牵着走，也不能被社会的评价绑架，而应该让最高的理性来驾驭一切。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境界：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意思是说，人生在世，就像在大浪中漂流一样，既不过度高兴，也不过度恐惧，该来的就让它来，不必过度忧虑。桃花源的故事也是陶渊明思想的重要体现。他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社会，那里没有战争，没有剥削，没有尔虞我诈，人们自给自足，和谐相处。但这个桃源世界最终还是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钱志熙教授指出，桃花源其实是陶渊明对淳朴社会理想的文学表达，他无法向世人打开，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智巧与利欲的存在。钱志熙教授在书里特别强调，陶渊明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，他选择了隐居，但不是因为害怕现实，而是因为他找到了比现实更重要的东西：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。他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切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贴园诗篇。归园田居、饮酒、咏贫士、拟古、读山海经、桃花源记、五柳先生传、归去来兮辞、泥榜歌词、字迹文，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文学，它们是陶渊明用生命写成的哲学。苏轼评价陶诗质而实起，曲而实余，看似平淡，实则内涵丰富；看似清瘦，实则丰腴饱满。陶渊明临终前写了字迹文和泥榜歌词，以完全坦然的态度面对死亡。他说：“死去何所道？脱体同山阿。死了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身体不过回归山林罢了。”颜延之记载他临终时视死如归，离凶若急，药剂服长，导思勿绪，面对死亡就像回家一样平静，不吃药也不求神。这种对死亡的理性认识，在1600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震撼。好，说完了书的内容，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。这部分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，因为陶渊明虽然是古人，但他面对的那些问题，我们现在依然在面对。第一个启示是建立为己交病的底线意识。陶渊明辞官的根本原因是志性自然，非脚力所得，激动虽切，为己交病。他宁可承受饥寒交迫，也不愿在违背本心的环境中消耗生命。这在今天特别有意义。我们很多人在职场上长期做着与价值观冲突的工作，为了高薪不断压抑真实的自己，结果身心俱疲，失眠焦虑，失去对生活的热情。陶渊明的智慧在于，他不是简单的逃避，而是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底线。当工作已经危及到伤害根本时，离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建议大家定期审视自己的工作是否为己，建立个人的不可妥协清单，明确哪些原则性问题不能让步。第二个启示是在形影神框架中找到生命的平衡。现代人常在3个维度之间失衡，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形，过度在意他人评价影，而忽视了内心真正的声音神。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，朋友圈里的炫耀、攀比消费，这些都是影的陷阱。陶渊明的启示是承认物质需求的合理性，但不被其绑架，重视社会评价，但不以此定义自我，最终以精神的自主为生命的最高准则。具体来说，可以每周留出独处时间，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，建立精神账户，记录让自己感到真正充实的时刻。第3个启示是用田园审美对抗信息过载。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让人注意力严重碎片化，焦虑感持续上升。陶渊明将日常的劳作、自然的变化都转化为审美的体验，
平畴交远峰，两鸟一怀心，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他从最平凡的田园生活中发现美，从而获得心灵的宁静。我们可以每天安排30分钟无屏幕时间，用于散步或观察自然，学习关注身边的日常之美，建立慢生活的仪式感。第4个启示是在顾穷守节中培养抗风险的精神韧性。经济下行期，许多人面临收入减少、就业不稳定的压力。陶渊明通过躬耕自给、简朴生活，证明了人可以在物质有限的条件下依然保持精神的富足。这种反脆弱的能力正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。建议重新审视必须与欲望的清单，区分真正的需要和被制造的需要，培养不依赖物质条件的精神爱好。第5个启示是以真为本，在信息时代保持人格独立。在算法推荐、人设营销盛行的时代，保持人格独立变得越来越困难。陶渊明的真，思想与行为的一致，内心与外在的统一，提醒我们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，保持内心的独立思考和真诚表达是人格健全的基础。可以定期进行信息排毒，建立个人的价值锚点，学会对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说不。第6个启示是用伪预人化的智慧应对不确定性。当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，经济波动、职业变化、健康风险，过度的焦虑和控制欲反而会加重痛苦。陶渊明说，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接受不确定性是生命的常态，将注意力从控制结果转向做好当下。可以练习当下专注，区分可控与不可控，建立弹性计划。最后一个启示是在桃花源理想中重建社区连接。城市化进程让人际关系日益原子化，邻里之间互不相识。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区，提醒我们，人是社会性动物，真正的幸福需要有意义的社区连接。可以主动参与社区活动，建立深度社交的习惯，创造小范围的温暖社区氛围。总之，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不是了解陶渊明的生平事迹，而是理解他的人生选择背后的逻辑。在任何时代，做一个真实的自己都不容易。但陶渊明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内心的追求，即使物质匮乏，即使无人理解，生命依然可以活出尊严和意义。这就是《陶渊明传》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，不是教你逃避现实，而是教你如何在现实中保持心灵的自由。